挽救人类命运的守护神。自由高达设定解析：从天而降的白衣骑士，机动战士高达系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ZGMFX-10A， 自由高达是扎夫特于第一次 Plant 和地球联合的战争期间，基于从地球联合军抢夺得来的 G 系列而开发的其中一款机动战士高达。也正是这一场扎夫特在奥布赫利奥波利斯殖民星发起的抢夺作战行动，让扎夫特充分见识到了对手新型机 G 系列强大的战斗性能。于是，在经过对比之后，深知自身现役和在研的机动战士即将处于落后的扎夫特，便立即做出了调整，集中资源来开发在性能上足以压制 G 系列的新型机动战士。就这样，在经过了2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性能比 G 系列更加强大的新型机动战士就开发了出来。而自由高达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于 G 系列，扎夫特开发的自由高达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在动力上使用了拥有无限动力的核引擎，所带来的效果，那就是让自由高达超越了当前机动战士性能水平的上限，避免掉了 G 系列使用高耗能装备后所带来的功能瓶颈，并且所输出的动力十分强劲，其整体推力就达到了 G 系列的4倍之上，这就使得自由高达具备了在大气层中飞行的能力。而为了进一步提升自由高达的机动性能，在机体的背后安装了可动空气动力弹性翼。当背后的10个机翼部件展开了以后，自由高达就进入到了 HiMAT 模式，而且每个机翼部件都是相互独立活动，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自由高达甚至能像鸟类一样在空中做出复杂机动，由此自由高达的空战能力直接就达到了顶尖的水平。即使在空中面对数量众多的敌军单位，自由高达也足以轻松应对展开战斗。而且机翼还带有散热作用，以便自由高达在宇宙中战斗时快速散掉机体产生的各种热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扎夫特早已在各个地方散布了大量的中子干扰器，使得核能装置受到了巨大的限制，无法正常使用，所以在自由高达上还安装了反中子干扰装置，以此去屏蔽中子干扰器所带来的影响，从而让自身的核引擎动力装置得以正常运作。然后就是自由高达使用了扎夫特全新开发的驾驶舱，相较于扎夫特以服役机动战士的驾驶舱，自由高达的驾驶舱在态势感知方面的性能提升了不少，使得驾驶员的视野很容易环视机体周围的情况，并且为了让驾驶员更好地发挥出自由高达的性能，专门编写了新的操作系统来适配自由高达这些扎夫特新开发的机动战士。该操作系统界面在启动后所显示的信息，首个字母组合起来也是跟 G 系列一样的 Gundam， 同时新的操作系统也留有接口，以便驾驶员对操作系统进行调整，因而在驾驶舱内配备有输入设备，可根据驾驶员操作习惯或作战环境随时调整操作系统。而除了操作系统之外，在驾驶舱内还专门安装了多重目标火控系统，该火控系统可在超视距的范围精准锁定多个目标，依靠自由高达强大的攻击火力，在进入到全爆发模式后，就能在一瞬间将锁定的多个目标击破。尽管该功能十分强大，但需要驾驶员具备高空间感知能力才能够使用，而这也就限制了该系统普及使用的可能性，同时所发挥的效果也会因人而异。空间感知能力越强，其锁定目标也就越精准。而在武器配置方面，扎夫特夺取 G 系列之后，成功突破了光束小型化的技术，因而给自由高达配备了光束武器来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这其中使用的手持武器是 MAM-20型天狼座光束步枪，受益于核引擎所带来的无限动力，该光束步枪没有为了节能有做刻意的限制，所以该枪所输出的威力不但强劲，其有效射程也是十分的遥远，可拿来作为狙击武器来对敌进行中远距离的精确射击。同时在可动空气动力弹性翼里也安装了另一款光束武器，也就是 M100型鲸鱼等离子级数光束炮。该炮在对敌发起攻击时，就会在自由高达的肩膀上展开，其整个射击过程消耗的时间极短，只要一有空隙就能完成反击，并且所输出的威力极其强大，可对舰艇之类的大型目标造成重大打击。除此之外，在机体的腰部位置还装备了另一款强力武装，这个武装便是 MMIM-15型旗鱼磁轨炮。可以看到这个武器的结构可进行折叠，这样就能避免过长的炮身影响到机体的机动，当在对目标发起攻击时就会组合后进行射击。虽然该武装属于是实弹武器，但所射出的弹丸出速很大，一旦命中目标就会造成重大伤害，特别是在遭遇到光束武器使用受限的场景时，这个磁轨炮就成为了最合适代替使用的打击手段。同时在这个位置还装备有2把近战武器，
也就是 MAM-01型蝎虎座光束剑。该光束剑也是扎夫特夺取 G 系列后取得的技术，但受益于自由高达和引擎带来的无线功能，其在功率输出方面比 G 系列的光束剑还要高一些，这让自由高达在对敌发起突击时，很轻易像砍瓜切菜那样就将对方瞬间击破，并且这两把光束剑还能组合在一起成为双头刃，这样这两把光束剑就有了两种使用方式，以便驾驶员根据喜好或作战情况来选择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光束剑也能用于防御，去化解掉对方的光束攻击，但这个对驾驶员的操作水平要求很高，基本上多数人很难做得到及时反应并运用自如的程度。而剩下的武装还有安装在头部的近防武器，使用的武器是76毫米口径的 MMIGAU2 型啄木鸟近防火神炮，用来在近距离范围内发挥牵制敌方机动战士的作用，也可高密度输出后形成弹幕去防御来袭的导弹。而在防御方面，自由高达的左手携带有一面抗光束实体盾牌，该实体盾牌采用了战舰的基层装甲作为材质，无论是光束武器还是实弹武器的攻击，这个抗光束实体盾牌都能有效防住而保障自由高达不被击破，并且为了便于对敌发起反击，在盾牌上增加了射击孔，这样只要把枪口放置这个位置，就能让自由高达即使是冒着敌方密集的炮火攻击，也能对敌发起反击。另外，自由高达还使用上了名为相位转移装甲的新型装甲，该装甲也称之为 PS 装甲，同样也属于是 G 系列的核心装备，其原理通过消耗电能产生相位转移效应去防御各种攻击，所表现出来的防护水平远远超出了当前使用的其他装甲，而也正是这样的一个防护能力，直接就颠覆了当前战场的力量平衡，从而迫使扎夫特加速了对机动战士作战能力的转变。不过以上这些还不是自由高达全部的作战能力，为了进一步利用自由高达和引擎所产生的能量，扎夫特还开发了流星号来供自由高达组合使用。该流星号依靠机动战士的和引擎提供的能源作为动力，只要展开后就能与自由高达进行组合，所配套的推进器十分强大，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加速到高速状态，这对于自由高达要进行长途奔袭作战时十分有利。尽管流星号的机体十分庞大，但机动性能表现并没有比机动战士逊色，即使遭遇到敌方机动战士时也完全能够应对，而且流星号上还配备有强大的武装，使得自由高达的攻击能力上升到了战舰的级别，特别是在自由高达全爆发模式之下，与流星号组合后的自由高达所输出的火力，就像是倾盆大雨一样向目标疯狂倾泻。凭借如此强大攻击能力，一度在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当中成功拦下了地球联合军发起的核攻击，其场面壮观程度令在场的人员都吃惊到了目瞪口呆的程度。由此可以说，自由高达在有了流星号的加持之后，整体的作战能力就上升到了战役级的水平，完全有能力去影响一场战局的发展趋势。而除了流星号之外，扎夫特还基于流星号开发了 MPFM 多用途飞行组件。该飞行组件最大特点，那就是在组合之后可用于突入地球大气层，不像流星号只能在宇宙中使用。虽然该多用途飞行组件可以提升自由高达横跨空天两个领域的作战能力，但是很遗憾，自由高达在即将交付给扎夫特时，就被拉克斯率领的克莱因派盗取后交给了基拉大河。而基拉在拿到自由高达了以后，便立即驾驶自由高达前往了地球联合军的总部约书亚基地。从此，自由高达便不再是扎夫特的装备，因而也就没有机会用上这款多用途飞行组件。另一方面，扎夫特在失去自由高达后，也给新议长帕特里特·萨拉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从一开始，他就对自由高达寄予了厚望，期待着这架集中了扎夫特顶尖技术的机动战士，在未来某个重要时刻能发挥出关键作用。为此，他特意从他一直贯彻的理念，向自然人降下正义的铁锤，赢得调整者真正的自由，给这架机动战士赋予了自由高达这一名字。不过，自由高达在基拉的手上也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阿拉斯加约书亚基地这场初次战斗，他驾驶自由高达从高空中一枪命中准备向大天使号剑桥射击的机动战士，并依靠自身强大的攻击火力为大天使号打开了一条突围的道路，由此成功挽救了深陷被扎夫特重兵包围的大天使号的命运。包括之后的第二次亚金杜维战役当中也是如此，不但成功拦截了核攻击，也打败了强敌克鲁泽驾驶的神翼高达，为最终阻止克鲁泽的阴谋发挥出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让这场规模庞大且极其惨烈的战役就此画下了句号。尽管自由高达在经历这场战役之后受损严重，
但自由高达并没有因此就退出历史的舞台，其在修复之后的 CE73年时再次出现。面对此时战场上的各种新锐机型，自由高达在性能上依旧表现出了十分强大的战斗力，其在战场上的统治地位可以说几乎是难以撼动。只可惜在扎夫特发起的天使坠落这场作战行动中，扎夫特的真飞鸟早已摸透了基拉不瞄驾驶舱的打法。就这样，双方在相互进行多次交手了以后，真飞鸟逐渐占据了优势，很快就抓住了基拉的一个间隙，成功将自由高达击破。紧接着，自由高达被洋电子炮的爆炸波及炸成了多个碎块，就这样在坠入了大海以后向海底沉去。但好在大天使号及时派出嫣红强袭，做出了抢救，没有就此让基拉跟自由高达的残骸一起掉到海底中去。从这以后，自由高达就此退出了装备序列，所空出来的位置将由终端机全新开发的机动战士取代。